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9点热话题，我是秦林谦。首先，一开始先来关注政治方面的消息。总统跟行政院长苏贞昌前一天才召开败选检讨共识等等，是要等到立院会期结束才要改组内阁。没想到内政部长徐国勇提前1个月地辞呈，这是逼宫吗？而行政院发声明说权力未留，把球又丢回给了徐国勇。亲徐国勇人士则说，单纯只是身体因素才让徐国勇萌生退役。缘起缘灭啊，这个政务官本来就随时下台，这也没什么。这缘还真的说灭就灭，行政院证实内政部长徐国勇已经递辞呈，但明明前一天总统才召集包含苏贞昌在内开败选检讨，共识立法院会期结束后才要改组内阁人事，徐国勇却提早1个月开第一枪。预算会期间部长辞职，这当然不是一个一般会发生的事情，还是要去了解徐部长真正请辞的原因到底是生理因素还是心理因素？自家人也有疑问，不是没道理。过去苏揆就和徐国勇因为警戒人事案有所分歧。事实上，早在苏贞昌任期以来，徐国勇就曾5度请辞，但据了解，最后是被总统慰留下来。现在在改组敏感之际丢震撼弹，引发联想是要逼宫吗？政院也发声明，虽然徐国勇表明健康因素，但苏揆仍希望他继续和团队一起努力，加以慰留，意思是把这去留再丢还给徐国勇。过去县市长的选举，他也是因为身体的因素而婉拒，所以他现在想休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度解释。尤其他的气喘常常犯，那所以在这一次选举完了以后，他已经早就决定说，不管选举的结果是好是坏，他都要休息的。徐国勇的辞一瞬间是身体因素，还是双方过招？随着他的请辞浮上台面。TVB 新闻刘立成、李志恒台报道。好，徐国勇的请辞可以说是开出内阁改组的第一枪。还有哪些内阁有可能会异动呢？详细内容交给记者陈韵文。好了，看到这次民进党大败之后呢，就有声浪是要求要内阁改组来以示负责，对选民来负责。那现在呢，是内政部长徐国勇他开出了这个内阁改组第一枪，他向苏揆来请辞，递出了书面辞呈。他说自己呢现在是呢气喘住院当中，所以今天也缺席是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只不过现在苏揆也还是有慰留他，希望他可以留下来一起来打拼。提到说呢，未来这个选后的检讨会恳切的检讨。不过我们看到几个其他的绿营的大官的部分，像是呢金管会的主委黄天牧，他就说他的去留是由长官来决定的，能做的他就会全力以赴。而另外一位是比较多争议的部分，就是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仲，他则说他对施政的成果是负责的，同样他也遵照指示配合内阁改组。所以看来现在这官员的那个去留呢，是在这个府院高层一念之间，那预料会按照惯例是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后，在春节的前后可能会一波内阁的人事异动。好，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次民进党9合1大选惨败。昨天下午，总统蔡英文邀集了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等高层召开检讨会议，其中也讨论到就是选后的府院党布局，那么就被视为是内阁改组做准备。而多半部会首长也称呢，会配合政院的安排。不过今天上午，内政部长徐国勇，我们也看到了他改组了第一枪，他呢请辞向苏揆递出辞呈，我们也继续来看看。确实有希望离开的想法，但是当然都只是聊天。本来以为只是闲聊，如今竟成真。5号上午预定要赴立院备询的内政部长徐国勇，以健康因素为由，向行政长苏贞昌提出辞呈。虽然苏贞昌表达未留，但徐国勇去意甚坚。部长长期都有气喘和脊椎的一些问题。上礼拜五，我看到他确实整个气色、整个状况不是太好。9合1败选后，内阁改组动向外界都在看，但上至阁揆，下至争议缠身的国安局长陈明通都还没动，倒是徐国勇率先开了第一枪。这一次这个败选对他冲击非常非常的一个大，你说要再接受慰留，以我来看呢比较不容易。相较之下，其他部会首长似乎比较合群。只要立法院结束，那我们会配合内阁改组的所有的这些总统指示的方向。部长，内阁改组有可能异动吗？谢谢大家，谢谢。你自己有意愿吗？还是会留任吗？谢谢。政务官来去随缘啊，我想说每一个政务官都会把握当下
做好该做的事情哈。你自己还会想要留任吗？要不是挥挥手啥都不说，要不就是说去留，不在我。但前天下午，总统蔡英文的确邀集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长苏贞昌、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和高雄市长陈其迈进行选后检讨，讨论重点包含4个面向，其中就包含选后的府院党布局，但成员却少了他。我相信府院会做最好的这个考量，也会做最好的安排。说是才被撤销，总统召见府院党有没受邀，是不是有一丝丝的不寻常？郑文灿似乎顾左右而言他。TVB 新闻林志伟、傅定华追踪学院峰伟 S 小组台北桃园报道。现在传出英系力拱前副总统陈建仁阻隔，而陈建仁呢面对追问坚持不松口，反而是党魁领跑。网媒报道说，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已经向总统报告将要参选党主席，而且要备战2024的总统大选。而赖办则是2度声明，最后才定调说劝进声很多，不过目前还没有决定。小心小心，我走路很快，要小心。果真是一语成谶，前副总统陈建仁赶紧上前扶起为了采访差点跌倒的媒体记者，选后首度现身出席国务院院长就职典礼。年后内阁改组，阁揆是不是也是由走得快的大人哥上场救援呢？有人跟你副总统的组阁吗？谢谢。陈建仁来组阁是一个适合人选吗？我想我们尊重总统，在目前为止都是要稳定，让中间选民觉得我们是有要改变的。其实早在蔡总统周日检讨败选之前，就有英系幕僚力促圣光骑士上场。同行的前卫副部长陈时中也被问到这一次入阁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下一步的规划。没有，现在先休息一阵子吧。至于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传出异动消息，却是来自国民党立委。有人说你跟萧美琴代表可能互换，我没有听说这方面的事情。苏揆虽然留任，但阁揆换人却甚嚣陈上中生代要角郑文灿、林佳龙9合1大选重伤，反而是一直陈前的副总统赖清德传出已向总统报告决定参选党魁，而且要全力备战2024总统大选。更广泛的来倾听大家的声音，中壮世代的重要领导，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坐下来谈。赖副总统很优秀哈，如果说总统也同意，我们当然是举双手赞成啊。赖办则2度发出声明，改了再改，最后定调各方劝进声很多，目前还没决定，只是党魁可以停看听，但选总统天台立委喊话可不能再3心2意。延续民进党的执政保护台湾的安全，他应该会好好思考，那也应该要好好的来准备2024。9月大选大败之后，伤兵再加上败军之将中生代布局大乱，如今能顺利出现的答案呼之欲出，就看各派系如何整合，才好粉墨登场演出团结大戏。TVB新闻李国正、许立凡、林佳慧台北苗栗采访报道。准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北市府拜会市长柯文哲谈交接，双方礼尚往来，互相赠送礼物。不过柯文哲却被发现一度伸出中指，柯文哲呢就说大家很坏，他只是为了要撑着输而已。至于蒋万安用饭煮久了，比喻团队会越煮越香，让柯文哲笑出声，说煮久了会变稀饭。怎么会比中指啊？拜托，你们都实在真坏耶！我只一只手拿着，一只手把它撑着。都说不是故意的，谁叫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跟准市长蒋万安交接，突然出现这一幕。可以把口罩送社宅丛书给蒋万安，合影时柯文哲的中指好突兀，或许是有意识到自己又来了，柯文哲悄悄伸出食指也来不及了。但更担心的是，蒋万安的小内阁团队还没找齐。如果大家有煮饭的经验这当中不能把锅盖一直掀开一定是饭要煮好，甚至要等久一点再把锅盖掀开，饭才会香。蒋万安的比喻让柯文哲忍不住笑出声，毕竟柯文哲2014当选隔天就公布1位副手，1个星期后再宣布第2位副手跟2位局长，上任前5天2波名单底定，加上蓝营准基隆市长谢国良已经公布5位局长，桃园张善政也在列人才，新北侯友宜也要微调人事，蒋万安当选1个多星期，1个都还没透露，加上要抢人，就怕饭闷太久。我想出那个饭闷太久会烧焦，会被稀饭的。为什么一直笑？因为我不会煮饭，然后觉得实在是太好笑了。柯文哲颇不以为然，对蒋万安提出的邀约还很不给面子。当然也很希望柯市长能够与我在跨年晚会上与市民共同倒数。我要不是当市长，根本就不会来
尽量不要找我。非常希望柯市长可以担任我市政上面永久的顾问。永久顾问，要接吗？要接吗？永久保固的。来交接的不是指定接班人，直白的柯文哲遇上乖乖牌蒋万安，频率怎样都对不上。TVBS 新闻华少平、傅定华、李平仪 SNG 小组台北报道。民进党这次的大败，有绿营议员就认为，从来不觉得论文抄袭或者是贪污黑道是民进党这次败选的主要原因，甚至连次要原因都排不上。为什么呢？再请韵文带我们来了解。好，来看到这次民进党呢，在选中大败呢，被认为说这个论文抄袭可能是一大原因，因为我们看到是在选前的时候，这个新竹市的前市长林智坚被台大认定抄袭之后呢，撤销他的硕士学位，也造成选后呢堪称是一失五命的选举成绩。不过，而且在选后呢，又一波就是呢，这个桃园市长郑文灿以及基隆立委蔡适应也都被认定他们的论文抄袭被撤学位，堪称是又一记的重击。不过来看到这是民进党的北市议员梁文杰就发文说，他不认为这个论文跟黑金黑道呢会是造成这次败选的主因。他说，确实大家对民进党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蓝营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但却都还是赢得胜选。我们居然看到他点出的呢，像是这个陈时中被打这个高端的争议，但是同时林姿妙他被控贪污却还是能够胜选。再来就是现在在蓝营在打是吴英龙有这个黑金的相关的关联，但同时蓝营比较支持的一些比较选民呢，他们也是选将上面也是有相关的黑道的背景，所以他认为在未来的2024大选的时候，这个疫情跟两岸的问题才是未来大选的主轴跟主旋律。另外，民众党选战小组召集人蔡壁如选后则是被爆出说户头只剩6万块，选后还成为箭靶。再把时间交给韵文。好，再来看到是柯文哲的民众党在地方议员当中得票率是只有4%而已，全台议员呢只拿下了14席，比原本在选前评估的目标是差了好大一截。除了说本身可能因为民众党的结构问题，就是轻忽地方的经营之外，现在他们把这个败选的矛头似乎是导向了是针对这个柯文哲席置的血滴子蔡壁如。我们看到他也自曝说自己呢，因为浮选当中不断带电费用之下，现在存款只剩下6万块钱，并且公开喊出说他要找工作，而且这工作呢是不限党派的。再看呢，他是现在是在休息当中，要面对他个人的论文也被认为是抄袭，要来申复，以及他目前是消失在镜头前，也都拒绝受访了。那因为他辞去立委之后呢，就同时就失去了民众党的中央委员的身份，甚至还被检讨说呢，他在选战当中毫无策略，所以传出他现在是一个心力交瘁的情形。不过居然看到是柯文哲就说，党部有钱，不用花自己的钱去跑党务的工作。不过再来看到是民众要进行是党主席的改选，现在气氛确实是不如创党时的热烈了。那我们看到党中央部分就说到，现在民众党在空军跟都会区呢，确实比较有强的支持度，未来是要想办法要深化地方耕耘，不要是沦为抓战犯。新北市长侯友宜以超过62%的得票率连任成功，只不过呢才刚选完。昨天前台北县副县长蔡家福就公开力挺他选2024，而今天上午侯友宜收下当选证书的时候，被问到对于会不会坐满市长任期，他没有把话说死。9合1大选，新北市长侯友宜以115万高票，超过62%得票率连任成功。只不过选举才刚落幕，前台北县副县长蔡家福4号在感恩餐会上邀请台下支持者一起喊动算。侯友宜动算，侯友宜动算，侯友宜动算，友谊友谊友谊，动算动算动算。蔡家福公开力挺侯友宜选总统，提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曾说，2024总统大选要提会赢的人选。我们做好准备，为2024咱们一起继续努力，支持侯友宜市长。新任期还没开始就被推举选总统，侯友宜5号上午收下当选证书，对于会不会做好做满，他没有把话说死。我会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好好做代志，让我们新北市的明天会比今天好。
侯友宜只说，现阶段会好好做事，做好市长的工作，顾好市政。自家立委也希望选民可以多给一些时间。我觉得也不令人讶异，当然不讳言，由于现在选举刚结束，那侯上也说要后花做代志，可以给侯上更多一个思考的空间。市长新任期才正要开始，蓝营党内已经出现挺侯友宜参选总统的声音，究竟会不会半路抛下新北市，也受到选民关注。TVBS 新闻综合报道。另外也很关注的就是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参选人吴怡农，他今天首度站街口，可是却遇到有民众呢开枪，拒绝被黑道绑架，引起农粉们的不满，还差点爆发冲突。参战补选后首次站街口，吴怡农和民众说早安，就遇到有人当面开枪，现场农妇们不甘示弱帮回呛，差点爆发冲突。只是现在他们可能要心碎了。戒指可以秀给我们看一下吗？手上的戒指需要这样吗？娇羞秀手上戒指，没错，吴怡农已经登记结婚。我太太是圈外人了，那她现在是希望有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一些空间啊，希望大家可以体谅，她全力支持我的决定啊，我非常幸运有这么好的一位太太。这好心情藏不住，吴怡农说登记结婚时间是在10月份，对方比他年纪小，只是他现在有更棘手的黑道风暴要先解决。针对黑道人头党员风波，他一开始说赵介佑是他开除的，赵应光是他请离开的，却被赵应光高调打脸，让吴怡农不得不澄清，确实是党内讨论后赵应光提出辞呈，就被酸吴怡农这改口很快。这不是现在选举的问题，这也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既然大家这么的关心，这几天我就再一次跟各位报告，将近2年前这位前党员的处分案件，我们的处理方式。反要对手别再拿陈年往事攻击，而现在蓝营也指中选会公告的补选时间史上最短，是政治操作。我们每一位参选的人都必须面对短短的5个礼拜的选举时程。如果今天中选会决定说我们这一次的补选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我第一个出来说谢谢中选会。或许人逢喜事精神好，即便黑道风波缠身，吴怡农对选情似乎颇有自信。TVB 新闻吴坤李志恒特别报道。这场北市立委的补选战役，蓝绿持续隔空较阵。国民党王宏威则是被爆料曾经上大陆央视节目称呼蔡英文为领导人而非总统，吴怡农则因此喊话要他给大家一个交代。对此，王宏威批评民进党又持续在打抗中保台牌。现在还在玩这些老梗，那真的代表民进党已经没波啦。大酸民进党玩到没招，因为抗中保台话题也烧到他。王宏威遭到爆料，2年前上大陆官媒央视分析台美局势时，曾经以领导人这个用词来称呼蔡总统。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嘛？像我刚刚说的，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那王议员必须为他过去的言行负责，也必须为他过去的言行向社会交代。吴怡农的脸书里面讲到说，黄成国是民进党的党的领导人之一啊。那么请问一下，如果蔡英文不是领导人，难道黄成国是领导人吗？绕来绕去又回到争议的黑道题，不过被指是黑势力的民进党中常委黄成国发声明强调自己，即便年轻时走错路，但从没介入过工程甚至都更案，更主动要求党中央成立调查小组，希望尽速公布结果。吴怡农看起来是吞下去了，我不晓得民进党是不是也要吞下去。质疑吴怡农没这个魄力，坚持要党内大扫黑，但传出要帮他辅选的北市副议长叶林传，现在被绿营立委指控担任营造工会理事长期间，向厂商强收承揽金当会费，还白纸黑字写在组织章程，钻法律漏洞，勒索业者，跟黑道行径一模一样。按照你说现在要修法的标准，叶林传到底符合哪一个？另外，叶林传没有前科，那你硬要说他是黑道，这不是抹黑，什么叫做抹黑？而叶林传并未对外回应，一场立委补选战役时间紧凑之下，双方阵营一开战就把火力开到最大。TVBS 新闻吴俊伟、张科 SNG 小组台北报道。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